凝固汽油弹也称烧夷弹，是几种武器用途可燃液体的总称，大多以胶状汽油为主成分，主要被用来攻击建筑物，之后演变为对人员杀伤用武器，主要通过粘附在人员表面持续燃烧来造成伤害。早期的流质燃剂容易喷溅，又难以附着在目标物上，难达到集中杀伤的目的。美国发现改用胶状汽油可以提升喷火器的射程与效用，但是制造胶状汽油需使用大量的天然橡胶，但天然橡胶不仅价格昂贵，产量较低，且在二战初期，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等天然橡胶的主要产地后，同盟国的橡胶来源基本上被切断。同时，天然橡胶的各种缺点也早已引起了杜邦、标准石油公司和哈佛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的注意。他们经过大量的努力后，研发出能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合成橡胶，并且可以用于汽车轮胎、坦克履带和雨衣等各种用途。1942年，哈佛大学由美军化学部队路易教授领导的团队首先研发出可应用于合成橡胶的凝固汽油，并在1942年4月中旬，他们又研发出一种新型棕色干燥粉末。粉末本身并不具有粘性，但与汽油混合后就变得极度粘稠，与易燃。路易教授的一个同事建议在凝固汽油中加入磷，可增强凝固汽油的杀伤性，使凝固汽油会渗入皮肤，并继续燃烧，造成更加严重的烧伤。1965年至1969年，陶氏化学公司为美军量产了凝固汽油铋，乙苯和聚苯乙烯为粘稠剂。但当凝固汽油铋的巨大伤害性被媒体报道后，陶氏化学便迅速停止了相关产品的研发。与此同时，凝固汽油铋成为了越南战争的标志之一。美国与其他同盟国军队使用凝固汽油弹粘稠剂，用来改善喷火器与炸弹的可燃液体成分。他们进一步提出此粘稠剂与汽油的混合比例公式，让混合物能遵循特定的速率燃烧并附着在物体之上。燃烧汽油弹另外一个实用但危险的效果是，它会急速消耗附近空气中的氧气，并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进而造成邻近的生物窒息。通常用于大吨数炸弹时会发生此效应。在越南战争中，美军在1963年至1973年10年间投下了388000吨凝固汽油弹，而各类凝固汽油武器用于各种用途，包括摧毁部队人员、装甲车辆、建筑物、丛林，乃至铁道、隧道。凝固汽油除了对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外，还会造成心理创伤。国际法并没有禁止使用凝固汽油攻击军事目标，但由于用任何武器直接攻击平民都是被国际法规所禁止的，所以使用凝固汽油弹攻击平民是被绝对禁止的。